你有算过你斡旋失败了几次吗？有没有提高胜率的方法？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要跟着台积电走？那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你下斡旋会失败？你有算过你下斡旋以后要失败几次才能正常买到房子吗？其实下斡旋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你已经做好功课，还是可能会失败。因为有时候屋主的心态就只是拿出来卖好玩的，你知道？像我之前跟一个房仲聊天，他就说他手上有一个客户，他经常出国，然后出国的时候房子就拿出来卖，等他回国又叫他们不要卖那他们也拿对方没办法，所以房仲说屋主不急或是屋主不缺钱这种说法不一定是唬烂你的。说不定你现在就是这个不缺钱的房东就是会有人想要拿出来卖卖看试水温嘛就这样。然后如果没有办法卖到他心目中的价格他就是不卖例如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案例，屋主在买预售的时候一坪买60但是他买的那个大楼这2年的实登就只有50，所以买方一定是用1坪50去跟对方喊嘛。但是屋主因为当初买60就不想卖50，觉得为什么人家房子都赚钱，就只有他赔钱这种就没解所以你知道，不是下斡旋就会成交就下斡旋这种事情其实只是让你有一个竞争的门票而已实际能不能成交，还真的就是看出价跟看缘分你这样想你会比较轻松啦，因为每一个中古屋真的都是个案讨论。之前有房仲跟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某甲跟某乙同时要买一间房子，然后都有下斡，某甲出了钱比某乙还要少200万，但最后是某甲成交了，因为屋主觉得跟某甲就比较眼缘啦还是怎样那看起来就比较会顾房子这什么东西对不对那所以屋主看你顺眼愿意少赚，然后卖给你那这个怪怪的，又不是在挑媳妇那可以这100-200万的事情呢那还有一种是下斡旋也没有成交的状况，就是卖方他知道他房子不愁卖不掉。例如我们上支影片讲的楠梓区，大家都知道台积电要来嘛，那现在就一房难求，只要有东西出来就有人敢扫这样那这种失败你去跟人家竞争，失败的几率也很高。最后你要知道如何提高下斡旋的成功几率那老实说你问我要怎么提高下斡旋的几率，我也没有什么方法，就是你要看熟这个地区啦，就会知道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的。像自产就是每个月去刷一下实价登录，然后多去看房子。这个多看不是随便看是看到你觉得说可以买的时候就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先记录下来你就先记录下来，然后之后再去刷实价登录，看它卖多少成交多少。你这样刷久了你自己就知道那个行情在哪，那你下次出价就会很准确，下斡就很准确。等到真的有你喜欢的物件出来以后，你才有机会立刻上车。所以下斡旋也是需要练习的，很少有那种你就之前都没买过然后第一次下斡旋就顺利买到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你这个房子没有人竞争不然就你是盘子就这样天选之人。我知道我不是啦，所以我都是乖乖的去看房子房仲有报物件我就去看一下这样累积手感。他们也要凑 KPI 的，你知道，就是带看数量不够的话，也会被那个主管定所以他们很喜欢找我，就这样。好，那这样你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手。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为什么下斡旋会失败。我先跟你分享，下斡旋失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你做足了功课，也给了卖方一个合理的价格，但卖方就各种毛病、问题、因素决定不把房子卖给你这种情况蛮常见的。那最常见的就是他就卖好玩的，你知道那基本上是无解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多去看房子，然后做记录，然后多刷实价登录来保持这个行情的手感，并且每一次出价的时候，你都是出合理的价格，而不是什么芭乐价最后我想问你你现在的房子是斡旋几次才买到的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知道各种买房子要知道的技巧，记得订阅把这支影片分享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有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会员以后我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讲八卦就斡旋这件事就我自己的啦我知道这没有一定就给你参考，这样你要不要用你自己思考。
哦，那下斡旋的方式哦，你参考看看。目前在高雄还是有用哦，其他的县市我没有那么清楚，只是先跟你分享。先说结论哦，你找到一个信任的房仲后，信任的房这是前提哦，你不要这边有8+9什么的哦，然后你就直接开口这样讲，你就找到你觉得还可以的房仲哦，直接问他说多少能收握，直接问哦多少能收握，就这样哦，简单干净利落。啊，当然这招的风险在于房仲为了多赚你的钱嘛，他多报个30万50万哦，那所以这招只适合用在一般约的物件哦。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一题哦。首先，你看哦，一般都是房仲怎样，他要等你出价才能进行下一步哦，然后你这个新手出价也都在乱出哦，那往往就在出个什么实价登录这种落后指标哦，不然就是你也不知道，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出价哦。那就讲一个让房仲怎样很为难哦，不可能成交的价格，然后房仲啊连收都不会想收，他只能跟你讲说啊这个没有办法哦，然后玻璃心的买房新鲜人又变成哦这个房仲看不起我啊，现在房仲那么秋啊什么的，要跑到 PTT 骂人家哦，房仲啊他做这个工作，他当然就是怎样，他当然就是想成交的，可是他又不能够透露屋主的底价在哪里。哦，所以它更好的解法是什么？你也不要去问屋主底下，他就跟你讲不能说嘛，哦，其他都知道，但是他就不能说嘛，哦，更好的解法就是你在房地产热的时候，就像现在，哦，你直接问他说多少你可以收我，就这样，哦，这个问法是有技巧的，你也不要什么都没有，一开始就直接问，哦，你就先出一个价钱，哦，假设就是出实价登录，然后他一定是不行，然后在那边婉拒你，对不对？一旦被婉拒，你再抛出多少可以收握的这句咒语，哦，但凡你遇到的是一个了解案件哦，而且积极想要成交的房仲，他一定会跟你报一个他真的愿意收握的数字哦。那这个数字通常都是底价再往下一点点而已哦，就是他努力就可以成交的数字，他也不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知道哦。所以你先丢一个芭乐价。然后被他打枪之后，你不要什么隔天再去问哦，被他打立刻问哦，立刻问说那多少可以收我，就这样哦，他就会告诉你数字了哦。我演一次给你看哦，假设你看到一间开价1398的，我说高雄台北的看到比较高潮哦。假设你现在看到一间开价1398的2房机械车位哦，然后最近的实价登录最近的一笔同个社区最近一笔是1150，好。然后你有去看1398这一间，你立刻就现场就说，1150出价，马上就会被房东打脸，对不对？因为那个实价登录落后指标哦。然后中介在那边还想一个措辞不要伤害到你的脆弱的玻璃心哦。然后那边想，你看他为难的时候，反正他就在想办法怎么婉拒你，然后你又不会生气哦，又不会骂他哦，你就。丢一个芭乐价的时候，马上就接着这一句咒语，你就说那多少可以收我哦，就这样。此时就是你给房仲一个阶梯，你知道，他就有下阶梯的机会哦，他就真的会给你报一个数字哦，那这个数字就是他真的想要成交，他会收，然后他会去帮你出价，他会帮你去斡旋的价钱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房仲想要成交而且你出过价那仲介此时在想屋主的底价是多少？假设屋主签1250，然后仲介回复给你，他想一想之后，他可能就回复1180以上，我帮你努力看看，就这样你就知道了这个数字已经略低于屋主的底价，这个是仲介认为他自认他努力以后是可以成交的价格，所以这个数字就是真的那你就更可以判断。你自己的子弹够不够买这间房子，以及开始计算投资报酬率说真的就是这样而已你不要搞什么叠对叠嘛，然后弄得两边都不开心你也不需要去敌视仲介不需要去敌视他。今天你想买房子他想要成交你们最好的关系是什么？是合作关系，不是你想尽办法干死他扣他的钱那他也不想帮你不是敌对关系会更加的理想。为什么？因为你赚到钱，你也不会分他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仲介他就是靠这个仲介的收入来吃饭生活，他当然会想要成交，他当然会想要往上卖但是上到一个程度这个案子又吹掉了所以他们也在干嘛？他们也在试试看这个屋主最低可以接受多少，然后试试看你最高可以接受多少，就是这样那你给他一个多少钱斡旋你会收？
这个哦，那他真的当然愿意帮你努力看看啊。好，如果我当房仲，我最想要遇到的就是这种客户，直接问多少可以收我，然后可不可以就是他的事了。他如果可以，他下我，那我就帮他努力啊，不就是这样吗？对，所以不需要去敌视你的仲介，而是要跟仲介合作。他跟你说多少钱，他敢收我，这就是真的他愿意去努力看看的价钱哦。前提是你不是遇到什么没读书8+9奇形怪状的仲介哦。如果是，那你就换房仲哦。反正怎么样，台湾房仲千万，不喜欢就换。影片看完了哦，我是买房阿元哦。我跟你讲哦，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自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 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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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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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